壮丽、神奇、传奇。在广阔的天空和深邃的水底，中国龙优雅地蜿蜒穿梭，成为全球公认的神秘生物之一。它们的行为被描述为仁慈，但它们的外貌仍然能够激发恐惧和敬畏。这些龙在中国神话中被称为龙，在中国的宗教、文化、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龙是中国神话中4大人兽之一，也是中国12生肖的成员之一，而这只是他们影响力的一小部分。龙在中国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创造者，也是破坏者，控制着元素。那么，中国龙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如此核心地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很久以前，龙就在中国诞生了，并在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中多次出现过。山西省的洞穴内就雕刻描绘了这种生物，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从红山文化出土的一件玉龙，大约有6000年的历史。而在公元前1300年的甲骨文中也出现过龙头。最近，迪士尼的上汽也给我们展示了一种美丽的，并且在神话上准确的生物形象，这是一个相当扎实的历史记录。东汉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王府写道，龙实际上是由许多不同动物特征组成的综合体，形成了如此独特的外貌。组成部分很多，头部形状像骆驼，耳朵如公牛，用像野兔或凶恶的恶魔眼睛看着我们。在它们威严的头上长着鹿的角，有着蛇的身体和隔离的坚硬腹部，还有老虎的角和巨鹰的爪子。最后，覆盖全身的是鲤鱼的鳞片。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各种属性是由最终统一成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不同部落的影响而演变出来的。一些人则认为它们象征着人类的理想特质，或者是古代精神图腾的代表性混合体。我们知道，中国的龙在喉咙或下巴里都藏着一颗大珍珠，我们通常叫它龙珠。这颗珍珠经常被艺术家描绘成龙爪或嘴里一个发光的白色圆盘，它可能代表太阳、月亮或地球，也可能只是一颗巨大的宝石。而龙能够守护着这颗珍贵的珠子，代表了它的强大。很多人并不知道，即使是中国龙身上的鳞片数量也具有重要的含义。据传，中国龙体鳞分117片，其中81片阳性阴，36片阴性阳。这在中国的传统哲学和宗教中代表了阴负面本质和阳正面本质的完美平衡。因为这种自然的二元性，虽然龙通常是富有同情心的，同时它也可能带有恶意。在17世纪，学者谢兆哲的《五杂组》中就讲述了他自己与龙相遇的故事。据谢兆哲说，当他10岁时，他和他的叔叔一起出海执行外交任务，突然遭遇了风、雨、冰雹、雷电，原来是3条龙包围了他们。虽然人们对于这个传说中的生物特别好奇，但真正面对这些非凡生物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惧。一位长者说，他们一定是来听皇帝的讯息的。他们与天上的神仙互动，即使没有翅膀，也能在空中飞翔。他们还是变形者，能够变成任何形状或大小，包括人形，还可以隐形，智力高超。有些故事中，他们甚至能说话。赋予中国龙深层含义的观念源远流长，以至于它们的确切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在了历史中。尽管传统和精神意义存在差异，但根据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证据表明，龙在中国所有早期的文化中都是一个普遍的元素。在公元前4世纪到1世纪之间写成的百科全书《山海经》中，龙就作为自然神奇出现，被称为雷神。他用自己的肚子敲击出轰鸣声，甚至还有所谓的龙教。这些宗教团体崇拜龙，并给予贡品以安抚他们。作为水生半神生物，龙控制着暴雨、冰雹、风、龙卷风、洪水和所有的水元素。在宋朝，龙帮助人们解释了雨水循环，因此也被说成是带来雷电的神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如果人们能召唤龙，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雨水。在同一时期，龙的画像开始大量增加。
于是，在古代中国的宇宙观中，龙也出现了9个分支：执掌神奇之车、守卫神座的天龙，主宰风与雨的神龙，护佑自然及人类财富的藏宝龙，主宰诸河川的地龙，最古老者、唯一代义的鹰龙，最强大者骑龙，镇守东海的盘龙，也就是水龙，现身洛河，被视为汉字来源的黄龙，以及中国龙之首领龙丸，主管东南西北4方，具变化为人的特异能力，栖息于虾蟹守护的水晶宫殿中。龙的9姿，这在中国的数字学中是一个吉祥的数字。有趣的是，这也是龙借用其特征动物的数量，也就是人们常比喻的9不像。龙王的概念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才被引入的。当佛教传入中国时，龙被采用为启蒙和皇权的象征。然后，佛教在7世纪左右又从中国传入日本，龙也随之而去。后来，龙还被纳入了神道教。据说，神道教的神明须佐之男杀死了一条8头龙，这在我们看来肯定是一个斩妖除魔的神话故事。在中国神话中，当撑起天空的4根柱子倒塌时，其中一种灾难性的后果就是由黑龙带来的大洪水。黑龙是一种恶意的生物，只有母亲女娲才能阻止它。但并非所有的龙都是如此恐怖，毕竟撑起天空的柱子之一就是由创世神之一的青龙建造的。在白族的另一个创世故事中，当世界被创造出来时，一条巨大的金龙在海底沉睡。当交战的2个太阳之一掉入海洋时，海水开始沸腾，然后就被这个惊醒并激怒的金龙吞下了。太阳开始灼烧它，最终从它的胸口爆出，变成了云、树、花、草和各种动物。总之，不是所有的中国龙都是一样的，它们有不同的作用。有些是天上的，有些属于河流，有些保护宝藏，充当神奇，或者作为与精神世界的联系。而且，它们还可以有人类的后代，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皇帝。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龙与皇家历史密切相关的一个原因。在汉朝到清朝期间，伟大而强大的龙开始与皇帝关联起来，以显示统治者是被神圣选中的，也就是天赋皇权。第一位汉皇帝被称为皇帝，据说是人类母亲和神圣龙的后代。这种所谓的血统影响了皇帝各方面的权威，从长袍到床铺，总会绘制雕刻有黄色或金色的龙形象。在14世纪，五爪龙更是成为了中国的皇家象征。5个爪子代表着皇帝对5行金、木、水、火、土的掌控力。当然，五爪金龙的形象只有最高者皇帝才有资格穿戴。这并不是说关于龙所有的故事都基于神话、泛灵论或传说。古代动物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是龙和化石。早在公元265年至317年的中国晋朝，就提到了在现在的四川省发现了被认为是龙骨的东西。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沉积物可以追溯到侏罗纪中晚时期，遍地充满了猛禽类、犀角类的恐龙遗骸化石。2017年10月，位于北京以北120英里的农村社区新宿，当地居民在田野中发现了一组非常不寻常的动物骨骼，这些骨骼长达60英尺。在张家口挖掘出的遗骸上有鹿角，有明显的爪子，还有长长的蛇形身体，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极大的好奇心。当地许多村民坚称，这些骨骼就是龙的遗骸。当然，主流科学家对于2017年发现的骨架是否属于真正的龙，仍持怀疑态度。龙居住在神秘的水域深处、广阔的天空和未知之地。它们的力量虽然令人恐惧，但也是鼓舞人心的。它们的力量和超凡脱俗的美丽令人赞叹。运气、力量、智慧、勇气，中国龙启发了从宗教实践到国徽，无数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和建筑奇迹，到全球著名的龙舞。这个生物与中国人的历史密不可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能看到龙的身影。最让人好奇的是，很多文化根本就是一直独立的存在，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它们又是如何同时拥有这样的传说生物呢？这说明龙神话在许多民间传说中的普遍存在，可能并非偶然。不仅如此，龙在神话、民间传说和传奇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同时它们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圣经中，撒旦就被描述为一条龙。在原住民神话中，龙是最强大的动物神。在埃塞俄比亚的图像中也能看到龙的身影。比较有趣的是，龙的形象在时间上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如果我们考虑所有可能对龙传说产生影响的不同因素，它们都通常被描绘为具有鳞片、有爪子的生物。和中国龙有区别的是，西方的龙通常有像蝙蝠一样的翅膀，以及长长的爬行动物尾巴，尾巴上有奇怪的结构，或者尾巴的末端有刺或者针。它们的牙齿非常尖锐，还拥有喷火的能力。所以，至少有一部分的龙传说可能是基于某种特殊的未知动物。许多世界各地传说中描述的龙，有可能并不只是虚构的吗？在一些历史记录上，人们声称曾经遇到过真正的龙。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与龙的遭遇并不被认为是寓言或夸大其词的故事，它们被详细记录了下来。这些故事被记载为历史事实，它们被当作与神秘的有血有肉的动物真实相遇的故事。在8世纪，有一个由圣约翰·达马斯库斯记录的例子，罗马军队曾遇到过被描述为龙的大型生物，他们与这只生物战斗，最终杀死了它，剥下了它的皮，并把皮寄回了罗马。德国的一个城市沃姆斯因其16、17世纪的龙战士而闻名。在16、17和18世纪，他们在整个城市挂起了龙骨，以证明龙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许多关于龙的历史报告是否证明了这些传说中的野兽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呢？但如果是这样，那么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巨大而有翅膀的蛇今天还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证据就是20世纪初的许多目击报告，描述了一个被称为范米特访客的飞行生物。在20世纪初，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范米特迎接了一个巨大的像蝙蝠一样的8英尺高的生物。它有着巨大的像蝙蝠一样的皮质翅膀，头上有一个能发出光的角。连续出现了5个晚上，直到第5个晚上，在雷暴中，它和另一个小一些的生物一起出现，也许是它的伴侣或者是后代，回到煤矿里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在范米特出现过。在全球各地的传说、神话和民间故事中，龙作为一种神秘的生物，其地位无可替代。每个文化都对龙有着自己独特的诠释。这些故事以及龙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取决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它们的差异也非常大。当我们在现代的奇幻故事中想到龙时，最常见的形象可能是有翅膀、会喷火的怪兽。然而，并不总是这样的情况。为了找到这些故事的起源，我们必须回溯数千年的历史，跨越多个大陆。英语单词 dragon 源自希腊语的 draken， 古希腊有许多被归类为龙的怪兽，然而它们都不拥有飞行、喷火的能力，更像是某种大蛇。在希腊神话中，龙的本质就是大蛇，拥有多层锋利的牙齿。这些龙通常出现在2种不同的地方，最常见的是在水中，神圣的泉水通常会有一条这样的蛇守护着。第2种是守护某种宝藏、秘密的树林，或者就是那些不希望被人窥视的地方，比如出现在伊阿宋故事中的科尔基亚或库尔基斯龙。在阿尔戈英雄的故事中，有一条龙在阿瑞斯的树林中沉睡，守护着黄金羊毛。赫斯珀里亚记里也有一条龙，它在赫斯珀里德斯的花园中守护着金苹果，也被称为赫斯珀里安龙或拉东。九头蛇或者说勒拿九头蛇是赫拉克勒斯在他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另一条龙。九头蛇以其9个头而闻名，它还具有再生的特性，如果你砍掉它的一个头，那么就会长出2个头来。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波斯的阿兹达哈卡，它比勒拿九头蛇更古老，在仙教成立之前就已经有它的传说。佛教天龙八部的龙众那伽蛇神有8位龙王，其中的婆苏吉龙王为9头龙王。中国9头蛇当属《山海经》中的香柳，它是共工的臣子，蛇身9首，上面长着青色的人脸，形体硕大无朋，凡经过的地方都现为举泽。相柳后被大鱼所杀，其血腥臭无比，流过的土地五谷不生。而屈原、天问也有雄辉9首，
调乎焉在的想象。日本的九头龙传承留下在日本各地的九头龙的口传故事，还有一种起源是印度教、佛教八大龙王里的婆苏吉龙王及九头龙王，日本称之为九头龙大神。还有柬埔寨的吴哥王朝时代，高棉人就奉九头蛇精纳切为神灵。在希腊神话中，有数十种不同名字的龙，其中许多都出现在水中，被用作守护者，甚至有时被用作一种执行神的惩罚工具。然而，也有一些例外，例如美迪亚有一辆由2条飞蛇拉着的战车，戴米特也有一辆战车，由2条翼蛇拉着在天空中飞行。这些例子可以让你了解到龙这个词曾经有多么广泛的含义，像鲸鱼、希拉、低风这样的生物都曾被称为龙。低风和他的妻子厄克德纳的后代奇美拉也被认为是龙的一种。讽刺的是，对中世纪龙影响最大的奇美拉却是希腊神话中最不像龙的怪兽，尽管它仍然被归类为龙。奇美拉是一种混合生物，它并没有太多明显的龙的特征，但它的影响却跟特征不成正比。奇美拉由3种动物组成，前半部分是狮子，中间和后腿是山羊，尾巴是蛇头。奇美拉中与现代龙相似的部分唯有能够喷火的山羊头。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中世纪龙的概念呢？这要追溯到圣乔治和龙的故事。创作圣乔治和龙故事图像的艺术家群体经常用希腊英雄伯勒洛丰杀死奇美拉的希腊罗马模板来创作圣乔治和龙的故事，两者之间的影响和相似性是不可思议的。这也使我们能够很好的过渡到下一个部分，西方中世纪的龙。在中世纪的欧洲，龙是首选的生物或怪兽，这种影响部分来自基督教，部分来自希腊人。这些故事遵循了一个类似的模式，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拯救了处于困境中的少女，甚至拯救了整个被龙袭击的城镇。在这个时期，我们龙从守护者或保护者的故事转向了故事的反派或恶棍。这些故事的英雄不仅仅限于勇敢的骑士。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宗教的影响。圣乔治和龙的故事开始于一个被龙敲诈的村庄。每年，龙都要求以牲畜为贡品，否则它就会摧毁村庄。最终，村庄的供应无法满足龙的需求，牲畜供应耗尽，别无选择，只能开始以人类作为贡品。最后，公主被选中，而圣乔治，一个受人尊敬的基督教士兵，来拯救了公主。圣乔治杀死了龙，这个故事被反复讲述了很多次。其中一个更受欢迎的版本来自于一本名为《黄金传说》的故事集，由热那亚的大主教重新讲述。这个故事稍微详细一些，设计的村庄位于称之为塞利尼的地方，位于利比亚。村庄被一条住在附近水域的龙所困扰，村民们向龙恳求，希望能饶过他们。他们同意每天给龙2只羊作为贡品，最终变成了1只羊和1个人，直到别无选择。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这些孩子是随机选出的。有一天，他们抽签选中的是国王的女儿。国王尽力贿赂村民，但村民拒绝了他的提议。年轻的公主被带到湖边，穿着新娘的服装，被作为祭品献给龙。圣乔治路过听说了此事，就来到这个湖边。当龙从水中出现时，圣乔治率先做了一个十字架的手势，然后骑上马，手持长矛冲向龙。龙受伤了，圣乔治用公主的腰带降服了龙，然后他带着宠物龙回到了村庄，几乎把所有人都吓个半死。他提出，只要村里的每个人同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他就杀掉龙。随后，整个村庄包括国王都成为了基督徒。正如圣乔治承诺的那样，他用剑斩下了龙的头。在龙死亡的地方，国王建造了一座献给圣母玛利亚的教堂。据说这座教堂祭坛上的泉水能治愈任何的疾病。那么，这个主要在罗马帝国流传的传说是如何传到西欧其他地方的呢？你们猜的没错，那就是通过十字军东征。许多参加第1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都相信他们在耶路撒冷与圣乔治并肩作战，所以这个传说就这样传播开来了。这几乎成为了传统。一个圣人或士兵骑在马上与龙对抗的基督教图像，甚至早于圣乔治，早在7世纪就已经存在。
人们常对这些人物或龙是否存在有许多争议。最古老的描绘要追随到10世纪的圣西奥多杀龙的故事，这使他赢得了龙屠夫西奥多的名号。圣人屠龙的主题就这样从圣西奥多转移到了圣乔治。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在西方，龙不仅仅是恐怖的怪兽，许多人将龙视为象征基督教和异教信仰之间的冲突。这些故事中的龙象征着异教徒威胁基督教少女的贞洁，骑士终将屠龙象征着基督教战胜一切被视为异教威胁的东西。其中涉及到安条克的玛格丽特一个比较奇怪故事，也被称为圣玛丽娜大殉道者。玛格丽特出生在一个异教家庭，她的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随后她由一个基督教保姆照顾。在向上帝发誓后，她被父亲抛弃，保姆收养了她。时任罗马东方管区的总督奥利布里乌斯对她产生了好感，向她求婚，前提是她必须放弃基督教。玛格丽特竟然拒绝了他的求婚，这让奥利布里乌斯非常愤怒，于是他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一天晚上，撒旦以龙的形象出现在玛格丽特面前，他的祈祷被无视，龙将他整个吞下。在龙的肚子里，玛格丽特做了一个十字架的手势，这使得龙感觉到自己的内脏像是要被撕裂开了一样。最后，龙不得不张开嘴，玛格丽特奇迹般的毫发无伤地逃脱了出来。不过，因为拒绝了婚姻，士兵很快捉住了他，并将他斩首。所以，这个故事并没有快乐的结局，只有魔鬼化身为龙。龙与邪恶行为和恶魔的关联就这样在宗教故事中一直保持了下去。龙出现并吞噬那些犯过最富有的贵族男女的故事相当常见。巴黎主教圣马塞拉的故事就涉及到一条龙进入他的小村庄，吞噬了一个犯过罪的贵族女人。马塞拉多次与龙进行了对抗，他用皮带引导龙离开村庄，将它放逐到他来的森林，永不返回。这与圣乔治的故事有一些相似之处。在中世纪时期的西欧，龙的形象和描绘开始发生变化。希腊人和罗马人谈论的高大的多头蛇开始看起来更像是有4条腿和蝙蝠翅膀的蜥蜴或恐龙。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形象是由于在中世纪早期的动物图鉴中被画错了。说实话，这并不是什么夸大其词的事情。许多这样的描绘确实只是看起来像是蛇，只是给它加上了腿和翅膀，这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龙形象，但它们仍然与原始的描绘有所不同。4角龙的概念直到15世纪才出现。在英格兰，人们开始区分不同类型的龙，4角的被认为是普通的龙，2角的被认为是飞龙。在中世纪的英国，普通的龙和飞龙都被用作文章和旗帜的象征。威尔士的国旗上就有一只红龙。一些早期的威尔士手稿描述了一场红龙与入侵的白龙之间的战斗，红色代表了不列颠人。关于龙的故事，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是北欧神话中法夫纳的故事。这个故事开始于矮人国王赫瑞德玛和他的3个儿子，大儿子法夫纳、雷金和欧特。赫瑞德玛和他的儿子们都有变形的能力。欧特是一个伟大的渔夫，他拥有变成水獭的能力。有一天，他在钓鱼时莫名其妙地被奥丁的结拜兄弟洛基给杀死了，原因竟然是洛基误以为他是一只普通的水獭。洛基当时正在自己王国里做客，当他把猎物带给赫瑞德玛时，矮人王赫瑞德玛当即就给整懵了。愤怒的赫瑞德玛和他剩下的2个儿子一起抓住了洛基，用它作为赎金，要求奥丁给他们提供等量欧特身价的黄金。奥丁欣然接受，就把收集黄金的责任交给了洛基，因为这是他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洛基记得在欧特所在的同一条河里看到过一条巨大的鲤鱼，它拥有丰富的宝藏。其实那条鱼就是矮人安德瓦利。洛基回到河边，捉住了鲤鱼，强迫安德瓦利变回原形，带他去找他的财富。安德瓦利别无选择，只好带着洛基来到他宝藏所藏之地，那是一个瀑布后面的山洞。问题就出在安德瓦利特别老实，他毫无保留地解释了他拥有众多宝藏的原因，就是一个被称为安德华拉诺特的魔法戒指。所以
洛基毫不犹豫地拿走了安德瓦利所有财富，也包括那枚魔法戒指。愤怒的安德瓦利诅咒，不论是谁持有戒指安德华拉诺特，都会招来无限的灾祸。而洛基也没有私藏，把免费得来的财宝全都交给了赫瑞德玛，以弥补杀害他的儿子的罪行。同时还把戒指作为善意的表示给了赫瑞德玛。赫瑞德玛并不知道，安德华拉诺特的诅咒已经开始在他的王国中生根发芽。法夫纳和雷金开始怨恨他们的父亲，他们想要戒指和他的财宝。最终，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杀死了他们的父亲赫瑞德玛。最后，法夫纳变成了一条龙，把他的兄弟雷金赶出了属于他的王国。他一直保持着龙的形态，以便有能力守护他的财宝。法夫纳会恐吓周围的村庄，并向他王国周围的土地喷射毒气，以防止任何人的冒犯。沃尔松格萨加就详细描述了这个故事。之后，来到人类世界的雷金就唆使英雄齐格鲁德成为屠龙勇士。不过，齐格鲁德有点犯难了，因为在之前的英雄事迹中，将父亲留给自己的宝剑格拉莫给整断了。雷金也是毫不犹豫地花费巨大代价帮助英雄齐格鲁德重铸了他父亲的破碎之剑格拉莫。齐格鲁德将杀死龙法夫纳作为回报。雷金建议齐格鲁德在法夫纳常去的小溪边挖一个洞，那里他可以等待并伏击他的兄弟。奥丁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打扮成老头的样子，建议齐格鲁德或许可以挖多个洞，以便血放得更快。计划很顺利，法夫纳被齐格鲁德偷袭重创。在法夫纳死前，他问想杀死他的人是谁。当得知是自己的兄弟雷金的时候，法夫纳心里了然。在临死前，他警告齐格鲁德这些财宝是被诅咒过的，但齐格鲁德丝毫不以为意，因此也受到诅咒而展开他悲剧性的一生。据说变成龙的法夫纳全身都会散发恶臭，所到之处草木不生，这与《山海经》中香柳的特性多么的相似。齐格鲁德割下了法夫纳的心，而雷金也来到了这里。看着忍不住吞口水的雷金，齐格鲁德随即点起火来准备烤。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烫伤了手指。当他把手指放进嘴里时，法夫纳的血赋予了他理解鸟语的能力。此时，附近的鸟正在讨论雷金的事情。鸟儿们建议齐格鲁德自己吃下这颗心，并杀死雷金。齐格鲁德毫不犹豫地拔剑斩下了雷金的头颅，一气呵成，从而结束了赫瑞德玛的血脉。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熟悉，那是因为托尔金先生非常喜欢北欧神话，他的作品中明显受到了北欧神话的影响。那个带来灾难的魔法戒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枚带来厄运的戒指腐蚀了所有拥有它的人，与魔戒中的那枚戒指几乎相同。法夫纳就像贪婪的史矛革，因自己贪婪和执迷，导致他杀害了自己关心的人，这在托尔金的魔戒中的古鲁姆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两个角色都被诅咒的戒指腐蚀，变成了更怪异的形态。在托尔金的一些未发表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在他的一些较不为人知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个贮藏金子的巨龙格劳龙。这只龙没有羽翼，而且喷的不是火，而是毒气，就像北欧神话中的龙一样。当他被大英雄图伦拔杀死时，也进行了一次类似于齐格鲁德与法夫纳之间的对话。在东亚文化中，龙的外貌稍有不同，但它们真正的区别在于它们所代表和象征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已经看到龙作为保护者和守护者，最后转变成为了贪婪的象征。在某些情况下，龙甚至代表了恶魔。无论如何，在西方，它们都成为了一种不祥的象征，是人们所畏惧的生物。但在中国，龙被视为好运的象征，只有那些有资格的人才能看到它们。它们代表着力量和权力。一个地位高尚、有伟大成就的人会被比作龙，而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则会被比作虫子。可以说，在中国的动物等级中，龙是处于顶端的。在中国的神话和故事中，神和英雄挑选的伙伴或坐骑几乎总是龙。中国的龙被称为龙，通常被描绘成四足的蛇形生物，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起源被认为是来自蛇或鳄鱼。由于它们与力量和权力的关联，龙成为了中国皇帝使用的象征。在最古老龙的描绘中，
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它们与水体的关联。在这里，龙被视为瀑布、河流的统治者，甚至还有4位龙王，每一位代表了中国4大水域之一。人们还认为龙能控制天气，龙王被称为雨的施舍者。在韩国，龙与中国龙相似，但胡须通常更长。在埃及神话中，有一条巨大的蛇阿波菲斯，它居住在冥界。阿波菲斯是混沌的化身，被称为尼罗河的蛇或邪恶的龙，是太阳神拉的最大敌人。每天，阿波菲斯都会与拉进行战斗。阿波菲斯被迫只能在日出到日落的这段时间里留在冥界。阿波菲斯就像希腊和其他古代的龙一样，采取了蛇的形态，与现代的龙相差甚远。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龙在各个时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龙的形象不仅在外貌上发生了变化，它们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在现代的奇幻故事中，贪婪的、囤积金子的生物对周围的人都充满了蔑视，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情节。除了中国龙是一种高尚的生物外，其他地方的龙基本都成了负面代名词。现在，我们很难猜测它们真正的起源生物是什么了。不论龙是否真实，但它们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和往常一样，如果你喜欢这期的内容，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别忘了订阅，以获取更多类似的内容。我们下次再见。